在5月7号的时候，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警察在东巴勒斯坦地区发生大规模暴力冲突，双方都诉诸于武力，导致冲突不断升温。目前已经有多达200名巴勒斯坦人和17名以色列警察受伤。冲突爆发的直接原因是以色列举行庆祝占领东耶路撒冷的耶路撒冷日庆典，这一举动直接激怒了当地的巴勒斯坦人。实际上，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这次大规模冲突无疑是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长达70多年恩怨的集中体现。而以色列之所以经过这么多年在中东逐步站稳脚跟并进行扩张，离不开美国在其背后的支持。此次以色列警察与巴勒斯坦人的冲突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而美国人又是怎么做的呢？在冲突发生后，美国第一时间表达了对这次事件表达严重关切。至于美国人在关切谁，他们也没有明说。随后，美国又表示，其与联合国、欧盟和俄罗斯组成的中东四方特使呼吁以色列当局保持克制。但你不能看美国人怎么说，你得看美国人怎么做。根据《泰晤士报》的报道，在事件发生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要敦促以色列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权法应承担的义务。为此，联合国正在拟定一份关于东耶路撒冷持续暴力侵害巴勒斯坦人的联合声明。然而，美国却要阻止这份声明公布。据获悉，联合国的5大常任理事国与10个非常任理事国中，已经有14个国家表示支持联合国的这一声明，仅有1个国家投了反对票，那就是美国。美国不仅不想插手巴以之间的事务，还不想让联合国插手，其行为就展示出美国人的真正想法。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可谓是昭然若揭。2017年，美国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宣布启动美国驻以色列使馆搬迁计划。2019年，美国又不顾叙利亚、俄罗斯、阿拉伯国家联盟等反对声音，宣布承认以色列具有被其强占的戈兰高地主权。如今，当联合国试图干涉以色列警察对巴勒斯坦平民的暴力行为，美国又要出面阻止。种种行为都表明，以色列敢于无视人权、肆无忌惮的重要原因，就是有着美国的帮扶。对于美国而言，以色列便是他们在中东的利益代言人，而这层关系下，美国人自然要对以色列关怀备至。类似的例子还有日本宣布将核废水排入海洋中，美国还表达感谢。可见，美国人判断事物的标准并非是符合人道主义，而是是否符合自己的利益。美国在联合国投下反对票，遭到国际社会的声讨，很多国际评论将美国称之为支持种族灭绝的刽子手。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报告显示，全球各国央行正在有意识地全面减持美元，外汇储备从2000年的 72% 下滑到如今的 59%。这已经充分表明，美元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已经不再占据最核心的主导地位，而人民币在全球央行的表现反而超出预期，在各国外汇储备都在上涨，而俄罗斯更是达到了 12.3%。众所周知，美元作为全球世界霸权的支柱之一，一直以来支撑着美国科技和军事力量在全球的辐射力度。美国军事力量和科技力量反过来支撑美元霸权的持续。然而，全球有意思的减持美元，实际上已经代表着美国霸权走向没落这件事得到了广泛认可和共识。但是碍于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很多事情敢怒而不敢言。日媒日经新闻在报道中认为，中国的快速复兴带动了全球地区贸易增长，欧盟、亚非拉等地同样受益。这种新兴力量的风起严重冲击了美元在国际经济中的应用。很多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也在有意识地分离美元，创造自己的经济货币体系。而美国自身在近几年盲目的量化宽松，各国都在担忧，因为美国的这种不负责任，导致自身国家的经济危机。中国的复兴刺激了这种排斥美元的力量，并带动全球一起对美元霸权形成冲击。有观察人士指出，中国在2020年底大约持有美债1万亿左右，相较于2013年的最高峰下降近20%。也就是说，中国在多年前就已经预判到了美元的未来走势，必然是下滑状态。如果美元一旦价值崩盘，那么庞大的美债和美元外汇储备将在一夜之间成为一堆废纸，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因此，中国通过大量的国际大宗贸易，有意识地消耗自己的美元储备，本质上是具有多重积极意义的。在这里也能看到中国当局的远见卓识。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央行里庞大的美债和美元储备是一柄双刃剑，中国当局也很清楚地知道，庞大的储备或许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冲击，但一旦全部抛售，对美国同样是致命打击，美元霸权很可能在一夜之间荡然无存。因此，作为一张对美的真正底牌，
被打出之时，或许就是中国人民币彻底走向世界之刻。就目前的国际形势来看，联合抵制中国依旧是欧美国家的主要目标，欧盟也不例外。先是屡次渲染新疆人权问题来干涉中国内政，后又陆续向南海和东海派遣军舰，给予美国军事支持。欧盟大多数政客都视中国为眼中钉，但也不乏有头脑清晰的政客，可以看清事情的本质。据观察者网消息，近日欧洲议员米克华莱士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段议会视频，称欧盟应该客观看待与印度的关系，绝不能将印度当作反华工具。其次，欧盟与印度的价值观本就不相同，印度的人权记录相比中国要糟糕很多。相反，中国在大部分的人类进步指标上都早已超越了欧洲。众所周知，印度自称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以至于欧盟认为和印度具有相同的价值观。印度人口数量暂居世界第2，并且在印度洋和南亚地区具有较强的影响力。美国也因此不断与印度促进交流合作，使得双方成为了多方面的准盟友。不过，印度政府需要让无数底层民众作为附庸，来让上层商人获利。相比之下，中国则在大部分人类进步指标中都远远超过了欧洲。中国刚刚完成了全国小康的重要目标，这是人类史上最大的减贫计划。相比之下，西方国家也在某个层面创造了历史记录，那就是无家可归的人数。长久以来，中国一直秉承着不主动惹事的观念，安心发展自身经济。也正因如此，中国的这种默默进取的精神才值得欧洲学习。尽管在该推特的评论区中依然有评论持反对意见，但经过米克华莱士对欧盟的揭露后，大多数网友都改变了观念，认为中国的发展观念才是正确的。中国能够取得如今的成就，不少网友都在呼吁欧盟应该认识自己的不足，虚心向中国学习。不仅印度在制度上不如中国，就连欧盟和美国也达不到中国的标准。相比之下，中国的先进制度无疑是领先全球的，西方国家也是时候摒弃以往的优越感，虚心向中国学习了。欧盟为了遏制中国，试图拉拢印度来加强各方面的打压力度，可是随着印度疫情反复无常，其制度的弊端也暴露无遗。只有像米克华莱士这样清醒的政客越来越多，才能让欧盟醒过来，让世界醒过来。根据美国官员所说，美军海军的多艘军舰于5月10日在霍尔木兹海峡撞见了伊朗的海上部队，伊朗13艘快艇直接逼近美军军舰，试图将美军包围。而据美军国防发言人的说法，当时的美军原本是在用6艘军舰护送一艘在海面上行驶的核潜艇离开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方面表示，当时美军方面是在国际海域进行正常的行驶，但是伊朗的攻击舰们却突然提速逼近美军海军。美军国防部指出，这一次伊朗海上部队的行为是具备很强攻击性的，且在美军方面利用无线电和其他设备向伊朗方面警告后，伊朗也没有听。据称，这次13艘快艇逼近美军军舰后，更是有2艘舰艇在之后脱离了船队，然后这2艘舰艇来到了美军军舰的另外一边。在美军多次尝试联系警告伊朗海上部队没有达成共识后，美军选择用0.5英寸口径的机枪开火，于是这一场面就成了伊朗与美军的正面交锋。双方距离最近的时候甚至不到137米。为了驱逐伊朗的舰艇，美军选择了动用枪支来进行警告，于是海上就响起了枪声。终于在美军方面第2轮开枪表示警告后，伊朗海上部队选择了撤离。美军这次也实在是啃到了硬骨头。伊朗并不是一个会随意被拿捏的国家，这也已经是在近段时间以来，美军与伊朗方面海上部队第2次发生冲突了。上一次伊朗同样是毫无缘由的拉近和美军舰艇的距离，最近的时候甚至距离只有62米。状况有多紧张，可以想象得出。美军与伊朗这一次闹得确实比较严重了。然而，美军国防发言人声称的伊朗毫无缘由接近美军舰艇，却并不是真话。之所以伊朗这次有这样的举动，是因为美军在之前不久于波斯湾刚刚扣下了装载大量伊朗军事装备武器的船只。据了解，这些装备足可以武装一个师的兵力了。无论是被伊朗武装到哪里，都能很大程度上提高军队作战能力。可惜船已经被美方扣下了，伊朗原本的计划也化为了泡影。因为不满美军扣下武器而派出快艇逼近美军军舰，就合情合理了。美军和伊朗之间发生武力冲突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毕竟在短短10几天内就爆发了2次冲突，多行不义必自毙，美军的好日子也长不了了。